签了这份转让书，晚香记以后就是我江家的。我死都不会给你，我死都不会给你！放开他！顾烨，你这5年死哪儿去了？对不起，婉婉，我回来了，没人能再欺负你。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失踪5年的废物老公。失踪5年，在外面要饭混不下去了，回来逞英雄。哪只手碰的他？哪只手碰的他？老子碰了！你这个废物，敢在我的地盘动土！啊！我的手！这5年你江家欠我妻子的，我要你们100倍偿还。顾烨，你今天绝对别想活着走出去！敢动我儿子，今天谁也别想安然离开！给我把他按住，别让他走出这里！冷通，清朝。江家主，看来你的人不太抗揍。顾烨，你别太嚣张，你能拿又怎么样？现在是法治社会。爸，李司长就在楼下喝酒，快叫李司长上来抓他！他敢故意伤人，让他把牢底坐穿！他敢故意伤人，让他把牢底坐穿！帝都巡查司李成司长马上就到，我看你这个废物拿什么和官方斗？李司长就是这个暴徒，他伤了我儿子，还打倒我江家这么多人，快把他控制起来！李叔叔，给我弄死他！我要他死！李司长，你打我干什么？顾先生，属下来迟，惊扰了您，请您降罪。顾先生，属下来迟，惊扰了您，请您降罪。李司长，你疯了吗？他就是一个靠女人养的废物！闭嘴！顾县也是你们这种垃圾能指示的。来人，把江家父子给我铐起来，查封江家所有产业。顾先生饶命！顾先生饶命啊！我也是受人指使的。谁？是苏家，是苏婉的亲大伯苏建国，他收了顾氏那边的钱，伪造了苏婉父亲刚才留下的旧股权授权书，又拿着苏家手里的30%的原始股，跟我签了对赌转让合议，想把晚香记和苏婉一起推给江家。今天是个好日子，晚香记那个赔钱货终于脱手了，江家那笔5000万的款子已经到账了。爸，还是您英明。苏婉那个死丫头还以为自己能翻盘，要不是昨晚出了岔子，
他现在早就是江少廷手里的人了。大伯，我爸留下的公司就值5000万吗？你们连我的死活都不管了！苏婉，你既然姓苏，就要为家族做贡献。江少看上的那是你的福气，你跑回来干什么？哟，这不是那个失踪5年的废物妹夫吗？终于舍得从垃圾堆里爬出来了。我的女人，也是你们这群烂泥能欺负的？反了！反了！来人，把这个野种给我按住，出事算我的！给我上！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按住！闭上眼，很快就好。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你别乱来，这里是苏家，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王行长，您来的正好，这个疯子跑到我苏家来捣乱，打伤了我这么多人。顾燕，你今天插翅难逃。王行长可是帝都银行的一把手，只要他一句话，你在帝都连要饭的地盘都没有。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苏董的庆功宴。顾先生，您怎么亲自在这儿？王行长，您认错人了吧？他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啊！瞎了你的狗眼！顾先生是你能指手画脚的？立刻通知分控部终止与苏家的一切合作，限他们24小时内连本带利归还那3个亿的贷款，否则立刻查封这栋别墅和他们名下所有资产。婉婉，妹妹，你求求妹夫，苏家不能破产啊！我们可是血浓于血的亲人啊！你们把我卖给江少廷换钱的时候，想过我们是亲人吗？从今天起，我和苏家恩对一决！从今天起，我和苏家恩对一决！巡查司司长给你鞠躬，帝都银行行叫你先生。顾燕，你这5年到底去了哪里？你到底是谁？冷通，活捉司机，查清底细。冷通，活捉司机，查清底细。二爷，江家全军覆没，咱们派去试探那辆车也折了，对方身手极高，查不到任何背景。江天红那个蠢货栽了就栽了，不过能有这种身手，还拼死护着苏婉那个女人的，整个帝都找不出第二个。我那个好侄儿顾燕命可真够硬的，5年了，居然还没死。您是说顾少爷回来了？那我们需要立刻派杀手。不急，既然他想隐瞒身份跟我们玩，那我们就陪他玩个大的。传我的商会会长令，切断宛香记所有的饲料供应链。我要让苏婉的公司在1周内倒闭。我要逼我这个好侄子像狗一样爬到我面前求我。苏总，断供的滋味不好受吧？整个帝都现在除了我，
没人敢卖给你一滴香金。我们签过长多，你单方面违约，就不怕我告你吗？告啊，去告啊！是上面有大人物发话了，要你公司死。今天你只有一条路，500万把公司卖给我。这间实验室的设备都不止1000万，你这是明抢！我宁可破产，也绝不卖。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我去把他的那些瓶瓶罐罐全砸了！你们干，这是我的心血！滚开！拿开你的脏手！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吃软饭的废物老公啊！怎么想当救世主？500万想买晚香剂，赵董，我看你的公司连5块钱都不值。老子手里捏着帝都70%的香料市场，你一个废物也敢大言不惭？冷松，3分钟内我要赵氏香料集团在帝都彻底出名，收购价5块钱。拿5块钱收购我？你今天要是能动我一根汗毛，老子跪下来叫你爷爷！顾燕，别冲动，他背后的势力很大。喂，是不是上头又追加奖励了？赵董，完了！刚刚有一股1000亿级的海外游资疯狂砸盘，我们资金链断裂，所有银行同时抽贷，公司破产了。看来你连给我当孙子的资格都没有，滚！你到底是谁？我是顾燕，你的丈夫。普通人能3分钟让赵氏集团破产，就算你认识龙源资本的高管，人家凭什么为了你动用1000亿资金？顾燕，你失踪这5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婉婉，赵家作恶多端，资本本来就要动他，我真的只是借势。我向你保证，我回来只是为了保护你。苏总，龙源旗下海外香料仓刚主动发来3个月应急供货协议，愿意先供货后结算，软香剂的断供危机暂时解除了。赵氏倒了，帝都其他供应商自然不敢再拦你。真正稀缺的原料，我也托朋友从海外调了一批应急库存，先撑过发布会，后续量产再慢慢谈。苏总，同城急送，指明要您和顾先生亲自拆开。游戏才刚刚开始，我亲爱的好侄儿，侄儿，顾燕，这到底是谁寄来的？一个5年前就该死的人，一个5年前就该死的人。不要，谁在那儿？婉婉，怎么了？又做噩梦了？顾燕，昨晚那个包裹到底是谁寄的？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那张卡片上的字，感觉像是一条毒蛇在盯着我们。我昨晚已经找朋友查过了，是赵董。他公司破产后心有不甘，但又没胆子正面对抗，就找人搞了这种下三滥的恶作剧，想在离开帝都前恶心我们一下。真的是赵董？可是那句好侄儿……他那种暴发户就是随便抄了一句电影台词装神弄鬼罢了。警方昨晚已经介入，
赵家现在连帝都的边都沾不上，彻底翻不起风浪了。顾燕，你今天煎的蛋火候好像比以前好多了。你喜欢的话，以后每天早晨我都给你做。快吃吧，吃完还得去公司。今天不是要去敲定新品发布会的场地吗？不对，还是不对。保加利亚玫瑰做前调，甜橙做中调，为什么尾调总是融合不进去？太甜腻了，完全没有那种雨后清晨的冷冽感和高级感。你的玫瑰比例太重，甜橙挥发又太快，前中调过于饱满，导致尾调的木质香被完全压制了。这就好比衣服去红色，缺少了阴影来压抓阵脚。这是我们晚香镜翻身的新品配方，但我调了整整3天，总觉得少了点灵魂。试试在里面加半滴苦橙叶，然后再配极少量的雪松精油来压住尾调。苦橙叶，那个味道极其干涩，甚至有点冲鼻，加进去难道不会破坏玫瑰原版的柔和感吗？相信我，真正的顶级香水往往需要一点点破坏力来激发出更深层次的香气。你试一次就知道了。天哪，这味道绝了！就是这个感觉，破晓的清冷和朝气全出来了。顾燕，你居然懂调香，而且比我们高薪聘请的总监还要专业。5年前陪你创业的时候，我天天跟着你闻这些香料，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苏总，新配方没问题，我这份临时质检报告合格了吗？陈经理您好，我们晚香记即将推出一款颠覆性的香水产品，我们非常希望能租用贵馆的顶层星空展厅作为新品发布会的场地。预算方面，我们可以按照贵馆最高标准支付。苏总，您的品牌理念确实很不错，但是非常抱歉，我们星空艺术馆未来3个月的场地都已经被预定出去了。陈经理，据我了解，下周5贵馆的顶层展厅因为原本的客户违约，目前是空置状态。我们甚至愿意出2倍的场租费。苏总，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那我就直说了。我们星空艺术馆在帝都那也是有头有脸的艺术地标，我们通常只承接香奈儿、爱马仕这种国际1线大牌的活动。贵公司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本土品牌，老实说，如果让您在我们这里办展，会拉低我们艺术馆的整体调性，影响我们后续的高端客户。您就算出3倍的价格，这事儿也办不成。我明白了，打扰您了，陈经理。希望晚香艺成为1线品牌时能有机会合作。婉婉，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去个洗手间。婉婉，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去个洗手间。3分钟，我要星空艺术馆控股方的授权书和顶层展厅永久优先使用权记在苏婉名下。如果他们的老板不签，就让他所有的产业明天在帝都消失。苏总，您千万请留步啊！苏总，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刚才眼瞎了，查错档期了。顶层展厅下周5不仅有空，而且一直为您保留着。可是您刚才说我们的品牌调定……我放屁！晚香记能来我们艺术馆，那是我们这栋楼的荣幸，简直是蓬荜生辉。苏总，场地免费给您用，我们馆提供最规格的红毯安保和全套服务，求求您务必赏光，不然我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怎么了？我看陈经理好像很热情的想留我们。我就说今天运气会不错吧。主追光再往左移半米，对，要刚好打在香水展台上。休息一下吧，苏总，你已经连续站了3个小时了。明天的发布会绝不能出半点差错，只要破晓能一炮而红，晚香记就真正站稳脚跟了。场地勉强算得上华丽，只可惜要展示的却是一堆工业相亲勾兑的垃圾。这位先生，这里是阮香记的私人布展现场，请问您是哪位？连我都不认识。我是法国格拉斯皇家香水学院的首席调香师 Leo， 我今天来是受一位大人物的委托，来给你们这些本土作坊上一课的。听说你们的新品主打木质花香调，真是班门弄斧。香水是需要底蕴的，你们那种毫无层次感的廉价甜味也敢拿到星空艺术馆来办发布会，简直是侮辱这个场位。香水好不好，靠的是鼻子，不是嘴巴。Leo 先生既然是大师，不如亲自品鉴一下我们这堆垃圾。这股极度克制又清冷的4味，完美压住了保加利亚玫瑰的甜腻。是苦橙叶？不，比例怎么可能控制的这么精准？这绝对是大师级的配方。看来 Leo 先生的鼻子还没出问题。那么现在，请您带着您的傲慢离开我的场地。
灯光组，我现在站在主舞台的中心点，把所有的追光都打过来，让我看一下效果。苏总，快躲开！快关电源！所有人退到安全区。婉婉，有没有伤到哪里？我没事。顾燕，那灯怎么会突然掉下来？别怕，可能是施工意外。你先跟工人们去安全通道，我上去看看是不是钢帘老化了。你别去，太危险了。听话，我不会有事。带苏总离开舞台，别让任何人靠近现场。冷溜，带人把垃圾清走。算算时间，星空艺术馆那边应该已经出特大事故了。我亲爱的好侄儿，不知道你亲眼看着心爱的女人倒在那盏吊灯下，会是怎样一副精彩的表情？怎么回事？这破电视信号这么差！顾燕，你怎么能黑进我办公室的内网？你没在现场。二叔，5年不见，你打招呼的方式还是这么上不了台面。你少在这给我装神弄鬼！苏婉那个女人现在恐怕已经撑不住了吧？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二叔，你是不是在等黑金佣兵团那几个老鼠的汇报？不可能！黑金佣兵团是国际顶级的杀手组织，你怎么可能在半天之内把他们全部……二叔，你太低估我了，也太低估你惹怒我的下场了。你触碰了我的底线，所以游戏才刚刚升级。明天的香水发布会，我会亲自到场。二叔，好好享受你眼前这点体面。明天我会先撕下故事第1层皮，让全帝都看清你藏在西装里的肮脏。顾董，您没事吧？要不要通知安保？慌什么？他顾燕有钱又能打，那又怎样？这里是帝都，讲的是权势和规矩。他最大的软肋就是他那个想要证明自己的老婆，武力弄不死你，我就让你老婆身败名裂。老齐啊，我是顾城。对，关于晚香记那个新品发布会，我这有一份3年前就在我们顾氏备案的香水专利被人剽窃了，明天得麻烦你亲自带队去一趟了。顾燕，我好紧张。你说，万一今天没有人买单怎么办？不会的，昨晚你不是重新确认过配方了吗？加入了苦橙叶的破晓，放眼整个帝都也没有对手。可是，我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昨晚我甚至梦到发布会被人砸了。有我在，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替你顶着。走吧，今天你是最耀眼的主角。这前调的玫瑰和尾调的雪松之间，居然用苦橙叶作为过渡，这种清冷感简直是天才的手笔。苏总，我们华东区的独家代领权，5000万保证金，我现在就签。苏婉啊，苏婉，你太让我失望了。顾董，您这是什么意思？苏婉女士，我们接到顾氏集团的实名举报，你今天发布的这款破晓香水，其核心配方完全剽窃了顾氏集团3年期的机密专利项目。这不可能！破晓的每一个香调都是我亲自调配的，尤其是苦橙叶的加入，是我前几天才刚刚定下的灵感。你们这是诬陷！是吗？你自己看看这份3年前的专利备案，连你引以为傲的苦橙叶比例都分毫不差。顾城，你卑鄙！你这是用权势指鹿为马！苏总，年轻人想出名，我能理解，可偷来的东西终究站不住脚。
我顾氏经营几十年，最重视的就是商业规则。你侵犯顾氏专利，我不追究你个人情面，已经算给足你体面了。事实确凿，休得狡辩。把展台上的所有样品和实验数据全部封存，把苏婉带回联合调查中心正式问询。找死！好身手，真是好身手，不愧是我顾家的好侄儿。你能打赢我的护卫，可你能打赢这张盖着官方印章的调查文书吗？顾燕，你敢在这个时候动用你背后资本的力量来压我，明天整个帝都的新闻都会报道神秘资本以权谋私，包庇剽窃犯，你老婆的名声可就彻底烂透。我看你今天拿什么保他？顾燕，你敢暴力阻挠调查，你这是在把苏婉往火坑里推！顾城，你找死！顾燕，不要！你现在如果动手，明天全帝都的头条都会说晚香记的苏婉不仅是个剽窃犯，还依靠黑恶势力殴打公职人员，我爸爸留给我的公司名誉就彻底全毁了。我行得正，坐得端，这香水是我一滴一滴调出来的，我不怕他们查。好一出深明大烈的戏码，苏婉，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只可惜，在绝对的证据面前，清白一文不值。别怕，进去好好睡一觉。我保证，24小时之内，我会让他们八抬大轿，恭恭敬敬地把你请出来。带走！我的好侄儿，匹夫之勇是保护不了女人的。24小时，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让铁树开花。本宫启动龙渊的最高情报网，把行业备案中心3年前所有的归档卷宗一秒一秒的给我翻出来。这地方不好受吧？苏婉，只要你在这份转让书上签字，承认你是从顾氏借用的灵感，大伯保证马上带你出去，还会给你一笔下半辈子都花不完的钱。顾董，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抢别人的心血，这就是你们顾氏集团几百年基业的底蕴吗？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真以为顾燕那个废物能救你？他现在恐怕连这座大楼的门都进不来。顾董放心，3年前那批空白归档全宗是我经手的，防伪码也还在系统里。前天补录进去的那份破晓档案，外观看起来就像3年前备案，绝对查不出破绽。老李，关于那份3年前的专利卷宗，我想请你去喝杯茶，聊聊细节。诸位媒体朋友，关于近期晚香记恶意剽窃我顾氏集团破晓香水一案，今天终于水落石出。我们已经和法国莱欧集团进入100亿欧元独家合作的最终签约阶段。只要今天程清秋剽窃专利，就将正式推向全球。苏婉，念在你是晚辈，只要你今天当着全媒体的面向顾氏集团鞠躬道歉，我可以向调查组求情，让他们从轻处理。我苏婉绝不向强盗道歉。他不需要道歉，因为真正的贼就站在台上。顾燕，你敢大闹新闻发布会，保安呢？
我全招了。3年前那批空白归档全都确实是我经手的，可戳小那份是假补录，是你前天晚上给了我5000万，让我利用当年留下的防伪码，把假专利伪装成3年前备案的，原始操作记录都在我的保险柜里被查出来了。好你个姓齐的，你居然为了骗取我们故事的研发奖金，买通内部人员伪造证据蒙蔽我！我顾城一生清白，差点被你这个害群之马给毁了。齐局长，你涉嫌利益输送和伪造监管档案，跟我们走一趟吧。顾董，目前资金流经过3层境外空壳账户，暂时无法直接锁定到你，但从现在开始，请你近期不要离开帝都，部市所有涉案账户同步冻结，随时配合调查。好手段，好侄儿，我们走着瞧。顾燕，今天在发布会上，连联合歌茶组的人都配合你的节奏，你还要用朋友帮忙这种拙劣的借口来骗我吗？你到底是谁？婉婉，我怕说出来会把你卷进深渊。5年前，我是帝都顾家的第1继承人，但我那亲二叔顾城，为了吞并我母亲留下的天价遗产，不仅害死了我母亲，还对我展开了长达1个月的跨国追杀。这5年，我隐姓埋名，九死一生。这次回来，我就是要让他为当年的罪付出代价。你这个傻瓜，这么重的仇，为什么一个人扛了5年？从今天起，你的仇就是我的仇，不管多难，我们一起面对。这是什么？这是我母亲生前最珍爱的手镯，也是顾城当年从她遗体上强行退下来的。顾城知道我回来了，他今晚要把这只手镯放在地下黑市公开拍卖。他不是逼我露面，是逼我失控。只要我在黑市动手，他就能把我塑造成一个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的疯子。诸位，这只手镯来头可不小，不过顾董发话了，今天这玩意儿没有底价，但如果是顾燕顾先生想买，起拍价5个亿。连个正式身份都拿不出来，连自己亲妈的遗物都保不住，你还有什么脸坐在这里啊？5个亿是吧？这里是我名下晚央记股权抵押和个人资产抵押承诺，第三方估值超过5亿，黑市不是最认钱吗？这只手镯我要了。婉婉，你疯了，这是你的全部心血。钱没了可以再赚，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拿你母亲的尊严来羞辱你。好一个情深意重的女总裁！可惜啊，在绝对的资本面前，你们那点钱连个屁都不是。我出10个亿。顾董交代过，今天就是要逼顾燕在黑市失控动手。只要我拍下来，就当众的把这破镯子砸碎。老板，黑市内外监控已经接管，顾城安排的偷拍设备全部切断，苏总的抵押竞价记录、金爷先行毁坏竞拍谱的证据，以及他诱导您失控的录音，都已完整备份。这东西你碰不起。你敢在我的地盘动手，我背后可是瑞士银行的海外财团，信不信老子用钱就能把你活埋了？老板，指令已执行，龙源资本已完成对瑞士百达财团的恶意做空，金爷名下的所有海外账户在10秒前已被全面冻结，并产生了120亿的债务穿透。不可能！你到底是谁？顾燕，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我不能。这是我母亲留给未来儿媳的，今天我亲手给你戴上。婉婉，谢谢你愿意为我倾尽所有。从今往后，带着它，这世上再没有人敢让你受半分委屈。妈，您不是说还要在国外处理基金会的事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我再不回来，我女儿就要被一个废物拖累死了。妈，您回来了。别叫我妈，失踪5年，一回来就躲在家里切水果，你算什么男人？妈，顾燕每天都在帮我，您别一回来就夹枪带棒的。我夹枪带棒，你看看你现在憔悴成什么样了！前几天公司被诬陷，发布会被搅黄，你还护着他。这位是陆泽，华尔街顶级投行百灵资本的亚洲区总裁，我这次专门请他回来救你。苏小姐，伯母在国外一直很担心你，只要你愿意，我可以立刻为软橡皮重入5000万美金。陆先生，
无功不受禄，您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很简单，作为投资方，不希望你的状况成为公司未来发展负面资产。这5000万的附加条件是你必须恢复单身。陆先生，如果你是来谈生意的，我欢迎；如果你是来干涉我私生活的，门在那边，不送。你这丫头是不是疯了？5000万美金啊，能让你的公司起死回生？你难道要为了这个穷光蛋眼睁睁看自己破产吗？妈，公司破产我可以从头再来，但我绝不会拿婚姻做交易。苏小姐，骨气是填不饱肚子的。顾先生是吧？听说你现在只是晚香一临时挂名员工，一个月工资有5000吗？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该拿上这笔钱，主动退出，别耽误他的前程。华尔街顶级投行，百灵资本亚洲区总裁，算你还有点见识。陆先生，你出门之前不看内部邮件的吗？百灵资本在3个小时前已经被龙渊资本全资收购。你一个在工厂打工的废物，连华尔街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居然在这跟我谈资本收购，你做梦还没醒吧？不仅收购了，新老板下达的第一份指令就是裁掉所有和顾城有私下利益传动的高管。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跟顾氏集团清清白白。陆泽，你被解雇了，你私下收受顾城贿赂，企图做空国内本土企业的证据，已经被新老板查实，准备收律师函吧。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机密？你到底是谁？滚出我家！哎，陆总，你别走啊！那投资怎么办啊？你这个扫把星！你不仅没本事，还把能救小婉的贵人给气跑了！你是不是存心想看我们苏家家破人亡啊？妈，苏婉是我的妻子，只要我顾燕在一天，她就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更不需要拿尊严去换别人的施舍。好，好，你拿什么保证？拿你切水果的刀吗？冷通，把欧洲那边刚调配好的顶级原料原椰连线空运到宛香界工厂，告诉生产线明天全面复工。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你母亲那边我已经安排人送她回酒店休息，并让助理照看，短时间内不会再有人来烦你。谢谢你，顾燕。如果昨天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下午就要去见云大师了，他可是国内香氛界真正的泰斗，从来不接受任何资本的赞助，只凭嗅觉选人。如果破晓能拿到他的金楼奖推荐信，我们在国际上就真的站稳脚跟。云大师脾气古怪，但你的才华打动他。记住了，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你只要相信你手里的作品就好。这是破晓的国际评审版，我在商业发布版的基础上，把苦橙叶比例又微调了0.1毫克，专门用来冲击云大师的金轨奖推荐信。这支备用样我要亲自带在身上，不是为了升温，而是为了确保万一现场样品出问题。还有一支没有经过任何外人之手的真样。走吧，我的大调香师，去拿下属于你的荣耀。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破晓，简直是胡闹！刺鼻的工业酒精夹杂着劣质的腐木味儿，你不仅是在侮辱我的鼻子，更是在侮辱香水这门艺术。不可能，云大师，我的前调是保加利亚玫瑰，绝对没有任何工业酒精的成分，请您再仔细闻一下。滚出去！从今天起，我的门下永远不欢迎宛香记的人。云大师，您先别急着发火，这瓶香水根本不是我妻子的。你算什么东西？香水是刚才他亲手放进托盘的，
难道还能当着我的面长翅膀飞了？很简单，我妻子刚才提交的样品是从恒温箱取出后由她亲手递交的，瓶身应该保持稳定的常温略凉触感，而不是这种异常的冰凉。但这只瓶子入手冰凉，瓶壁上甚至还有些微的冷凝水，这是刚从冰水里拿出来的温度。从安检台到长桌不过几步，中间只有侍者短暂接手，瓶子就是在这个环节被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掉了包。我说的对吗，这位侍者先生？既然被你看穿了，那就一起毁掉吧！啊！找死！云大师，现在您可以重新品鉴一下真正的破晓。保加利亚玫瑰的馥郁，竟然用苦橙叶的苦涩来压制，最后以雪松托底，绝妙！绝妙！天才！这才是真正的东方香氛。苏婉，你这瓶破晓不仅是我今年见过最完美的作品，更是挽救了香水界的一场灾难。这个推荐名额非你莫属。还在想你母亲的事儿。今天云大师的推荐信已经公布了，晚香记的危机彻底解除了。接下来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这是我母亲当年的死亡证明复印件。冷空今天下午刚查到，当年在这个证明上签字的主治医生秦明，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死于车祸。没有死？那他去了哪里？他被顾城软禁了3年，后来因为一场大火侥幸逃脱，隐姓埋名躲在帝都老城区的一家茶馆里当账房。只要找到他，就能撕开顾城当年谋杀我母亲的真相。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去。婉婉，顾城现在就像一条被逼急的疯狗，去挖他的牢底会非常危险。我们说好的，你的仇就是我的仇，你的母亲当然也是我的母亲。我苏婉从来不是只能躲在你背后享受安逸的金丝雀。明天，哪怕是龙潭虎穴，我也陪你闯。顾城欠我母亲的真相终于该还了。秦医生，5年不见，你这算把的比当年拿手术刀还要稳了。你是顾燕少爷？不，你认错人了，我不姓秦。你当年替顾城隐瞒我母亲的真实死线，换来这苟延残喘的你晚上睡觉，闭上眼难道看不到我母亲的脸吗？顾少爷，我是被逼的。顾城拿我全家老小的命威胁我，你母亲根本不是被人长期在这饮食里下了一种极其罕见的慢性神经毒素，发现的时候内脏已经全部衰竭了，简直毫无人性！秦医生，既然你知道真相，你手里一定有证据，对不对？只要你交出来，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有，当年我留了个心眼儿，把夫人最后一次抽血的样本又匿名了一家私人检测机构。这些年，宋金用假身份续费保存，样本库的密钥和编号单就藏在后院那口枯井旁的暗砖里。顾少爷，你和你母亲真的太像了。当年她也是这样，明知道危险，还想保住身边每一个人。秦医生，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证据在哪儿？顾少爷，这就是样本库的密钥，只要按这个编号去取，当年毒素的残留还在那管血里。
通知叶宵，今晚之前必须把那管血样毁掉。顾燕，你非要把我往死路上逼，既然你拿到了证据，那我们就同归于尽。顾燕，这就是你这5年建立的商业帝国？难怪那些跨国巨头在你面前都不堪一击。你这个落魄老公的伪装也太深了。婉婉，这只是龙渊的冰山之角。这里摆着的是诱饵样本，真正的原始样本已经分成3份，分别存入3处独立样本库。顾城只要派人来毁这一份，我们就能完整锁定他的买凶链条。顾燕，既然我们已经拿到了铁证，秦医生也愿意出庭作证，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一脉警方？只要立案，顾城绝对跑不掉。婉婉，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顾城在帝都经营了20多年，他的利益网络盘根错节。如果我们现在就把证据交出去，绝对会推出一个替罪羊，最多判他一个监管不力的失职罪。难道就让他这么轻易的脱身？那阿姨的仇怎么办？我要的不仅是让他坐牢，我要在全帝都的聚光灯下，把他那层伪善的皮一层层剥，向他身败名裂，失去所有他引以为傲的权势和金钱。所以我故意让人放出了风声。顾城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今晚一定会派人来毁尸灭迹。别怕，鱼咬钩了。顾燕，你一个人太危险了，快进来！难怪顾董要花5000万美金请我出手。龙渊资本的幕后老板反应确实挺快，不过你马上就要倒在这里了。顾城是快破产了吗？5000万就请了你这么个只会在下水道里钻来钻去的废物？你还有心情嘲笑？等你倒下，这里所有证据都会消失。就凭你？找死！顾城，准备好迎接你人生中最后一场晚宴了。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亲手设下的局，怎么把你彻底送进深渊。各位来宾，5年了，我那苦命的大嫂离开我们整整5年了。每当夜深人静，我都在痛心疾首。5年前，我那可怜的侄儿顾燕也曾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如今他虽然归来，却被外部势力利用，对顾家误会至深。作为长辈，我痛心呐！今天为了缅怀大嫂，我决定成立专项慈善基金。由于顾燕失踪5年期间身份资料长期缺失，海外信托一直处于冻结状态。如今她虽然归来，但身份继承文件仍存在争议。根据将以顾家族临时管理条款，暂时接管这笔基金，并全部用于慈善。他怎么会来？叶宵不是说已经把东西销毁了吗？二叔，这么着急接管我母亲的遗产，是怕半夜做噩梦，梦到我母亲向你索命吗？顾燕，你失踪5年，一回来就在大嫂的纪念晚宴上胡言乱语，你到底居心何在？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居心何在？顾燕，我们今天是来送你一份大礼的，这里面不仅有你当年雇佣袭击顾燕的录音，还有你买通医生制造顾夫人旧案的完整证据链。顾董，录音里的人是不是你？顾夫人当年的旧案是否和你有关？假的，全都是假的！这是顾燕为了抢夺家产故意合成的录音。
二叔，到了现在，你还要继续演？消失5年，现在突然回来，不就是想夺走顾氏吗？我是顾家掌门人，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这份证据在我们进门前已经同步递交给联合西家组和特别行动组，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公开版本。苏婉，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顾家的事儿？凭你害了顾燕的母亲，毁了她5年人生，还想把我也变成你手里的筹码。顾氏本来就该是我的，凭什么你父亲什么都有？凭什么你一出生就是继承人？我经营顾氏这么多年，凭什么还要还给你这个失踪5年的废物？顾城，你刚才的陈述已被完整记录，你涉嫌旧案幕后指使、职务侵占、雇佣袭击、伪造商业档案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请立刻配合调查。二叔，5年前你欠我母亲的债，今天该还了。顾燕，结束了。妈，我来看您了。顾城已经被正式定罪，顾氏被全面清算，他再也出不来了。顾家那些被他夺走的产业，我也全部拿回来了。您在天上终于可以安息了。儿子没有给您丢脸。阿姨，顾燕真的很努力，她没有输，也没有被仇恨困住，她把该讨回来的公道都替您讨回来了。顾燕，都过去了，以后你还有我，我会一直陪着你。婉婉，5年前我一无所有，甚至连一场像样的婚礼都没能给你，让你受尽了委屈和嘲笑。从今天起，我想把亏欠你的全部补回来。所以苏婉女士，你愿意重新嫁给我一次吗？这一次不是作为被人嘲笑的落魄妻子，而是作为龙渊资本唯一的女主人，顾燕此生唯一的挚爱。我愿意。顾燕先生、苏婉女士，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你们将结为终生伴侣。苏沫先生，你是否愿意无论顺境逆境、荣耀低谷，都守护苏婉女士，爱她、重她，陪她走？我愿意。苏婉女士，你是否愿意无论风雨荣闳多，都与顾燕先生携手同行，不离不弃？我愿意。各位，今天不仅是我的婚礼，我还要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从今天起，我名下龙渊资本51%的控股权将无条件转入我妻子苏婉的名下。我的帝国就是她的帝国。你疯呢？那可是富可敌国的财富，千亿家产，也不及你当年挡在我身前的那份义无反顾。婉婉，我爱你，从今以后，换我用一生护着你。